大家好，我是美厨娘丽丽。俗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，不用医生开药方，夏天呢要多吃生姜。今天就用生姜和小米来分享一个非常营养的做法，比补药还补，暖心又暖胃。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准备200克小米和1块生姜，我们先把生姜放一旁备用。接着来处理小米，把小米放大碗中，倒入适量的清水没过小米，把小米简单的淘洗一下。我们在淘洗小米的时候，不要用力的去搓洗，那样会破坏掉小米的营养成分，用手轻轻的抓洗几遍就可以。洗净后把它倒入漏勺中，控干水分备用。接着再准备200克生姜，把生姜一块一块的掰下来，这样方便清洗干净。生姜表面呢有些泥沙，这些泥沙呢直接用清水洗很难清洗干净，可以用小刀像我这样刮一下，把生姜表面的这些泥沙给它刮掉。把坏掉或者是烂掉的生姜给它切下来不要了，虽然说烂姜不烂胃，但是烂姜吃到肚子里还是会影响健康的。刮好的生姜把它放大碗中，往里边加1勺食用小苏打，再加1勺食盐，倒入适量的清水，用手抓拌均匀，然后再把生姜清洗干净，用手搓洗一下。这里加小苏打呢，小苏打属于碱性物质，有很强的去污能力，能把生姜表面的这些杂质和泥沙清洗掉。清洗一遍之后控水捞出，再放另外一盆清水中，给它多清洗几遍，直到把清洗的水变得清澈为止。洗净后控水捞出，放入盘中，先放一旁备用。接着再准备50克红枣，把它放入大碗中，淋少许清水，把红枣打湿，再加1勺食盐，加1勺食用小苏打，用手抓拌均匀，让每一个红枣都能裹上一层小苏打。因为红枣表面有很多的褶皱，里面是藏污纳垢的好地方，只用清水洗很难清洗干净。这里加小苏打呢，小苏打属于碱性物质，有很强的去污能力，能把生姜表面的这些杂质和灰尘清洗掉，抓拌至水变得特别浑浊。再倒入适量的清水，把红枣表面的小苏打和食盐清洗掉。清洗一遍之后，控水捞出，再放入另外一盆清水中，给它多清洗几遍，直到把清洗的水变得清澈为止。洗净后控水捞出，放入盘中，再取出一把厨房剪刀，把红枣剪成小块，把枣核去掉。剪好的红枣太大块了，再用剪刀给它改成小块，这样呢更容易炒熟。全部剪好后，先放一旁备用。接着再把洗净后的生姜放到案板上，先把生姜切成薄片，也不用切得太薄，薄后要切得均匀一些。切好后再切成细丝，也不用切得太细，像视频中这样就可以。我们在处理生姜的时候，一定要保留着一部分的姜皮，因为姜肉是温性的，姜皮是凉性的，两者搭配呢，可以中和一下。切好之后放入盘中，先放一旁备用。起锅烧热，不用放油，把姜丝放入锅中，刚开始的时候开大火翻炒，把姜丝的水分炒干。姜丝的水分炒干以后，转中小火慢慢翻炒，炒的过程中要不停的翻动，防止炒糊了。这一步呢比较漫长，一定要耐心一些。这是翻炒了5分钟的样子，姜丝呢已经炒软了很多，已经蒸发掉一部分的水分了。这时候呢再把小米放进来，同样刚开始的时候开大火翻炒，把小米的水分炒干。小米的水分炒干以后，转中小火慢慢翻炒，炒的过程中要不停的翻动，防止炒糊了。我们这一步呢一定要先炒姜丝，因为姜丝的水分比小米的水分要多，比小米难炒熟，所以我们先把姜丝放入锅中，先翻炒5到10分钟左右，把姜丝的水分炒至5成干的时候，
再放入小米，这样炒的时候呢，小米就不会炒糊了。翻炒至小米微微发黄的时候，像这样，这时候的姜丝呢，已经炒至80%干了。我们这时候再把红枣块放进来，继续用铲子翻炒均匀，把红枣炒熟。我每天都在用心的教做菜，您还一直没有给我点小红心呢。一个小红心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，但是对于我来说却高兴到睡不着觉。这个视频麻烦您帮忙点个免费的小红心，下次不会做还能找到我。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。这是翻炒了20分钟的样子，看一下红枣呢，已经变软了很多，已经变成这种暗红色的。再翻炒2分钟，2分钟后，我们取一块姜丝，用手轻轻一捏，很轻松就能捏碎，像这样就可以再关火。再用锅底的余温再翻炒5分钟，把姜丝红枣的水汽彻底炒干。最后翻炒成这样的状态，就可以出锅了。再把它盛出来，放入大碗中，先放一旁放凉备用。接着再准备一个无水无油的玻璃瓶，再把放凉的小米生姜红枣茶放入瓶中。这个瓶子呢，一定要用无水无油，如果有水分的话，它储存的时间就不会太久。全部放进来以后，盖上盖子密封起来，放常温干燥处保存，放上半年都不会坏。想喝的时候呢，用勺子舀出1到2勺的放入杯中。喜欢吃甜的，可以加一点蜂蜜或者是红糖。倒入适量的开水，用勺子搅拌搅拌，放置温热就可以美美的享用了。像这样非常好喝的小米红枣姜茶就做好了。这样做的红枣姜蜜茶，喝起来出来有小米的米香味，还有少许生姜的辛辣，还有红枣的香甜。不过加了红糖一起喝，口感温柔了许多，比奶茶好喝100倍。夏天在空调房里待久了，冷饮和冰淇淋吃多了，湿气重，这时候呢，喝一杯这个姜蜜茶，可以祛湿排寒。常喝呢，刮油刮肠，冬天手脚不发冷。女人生理期那几天可以加些红糖，暖宫又暖胃，十分舒坦，多做一些储存起来。一年四季家里来客人都可以泡上一杯，冬天手脚不发冷，十分贴心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。这个视频麻烦您帮忙点个免费的小红心，下次不会做还能找到我。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个视频见，拜拜。